家早安！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，我们从高雄骑车骑了1个多小时了，现在是在茂林这边。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冲南横。南横公路是很多台湾人心目中最美的高山公路。这条贯穿中央山脉的神秘公路蜿蜒在曲折的群山之间，以大关山隧道为中心点，分隔了台湾的西部和东部，也打通了台湾东西半部的交通。但在2009年，因为莫拉克风灾导致公路受损严重而封闭，历经13年的修复后，终于在2022年的5月全线复通。去年说了无数次要骑车去冲一冲这条神秘的公路，但在复通的15个月之后，因为连续的台风而再次封闭了。时间一转又是4个月，在得到再次复通的消息后，我们说走就走，到达垭口看到云海的那一刻，完全忘记了一路上骑车6个小时的疲惫，只觉得还好有来。我们早上6点45从高雄出发，一路骑车到茂林，刚好在路途中看到茂林风景区门口有个 7， 就打算在这里稍作休息。这边是茂林风景区嘛，等一下我们要朝这边走，这个方向走，然后在这里有一家 7， 我们停在这里的，这是我们的老白，今天就老白带我们冲南横。我的360已经加好了，等一下我准备进去喝一杯咖啡。在台湾看到便利商店就像看到救星一样，特别是在前不着村后无早店的山林之间。如果错过了茂林风景区那个便利商店，在桃园会有入山前的最后一个 7。 虽然说是最后一个便利商店，要把该补充的物资都补一补，但其实在新里关和梅山服务站都会有一些小吃和饮料。如果在那2个地方不填饱肚子的话，就只有等到下山在力道部落才能吃东西了。我们2个都是第一次骑摩托车跑南横，然后在网上做了很多的功课，但是我们觉得那些功课有准的也有不准的，都没有描写的特别的具体，然后我们这一次就自己来亲身体验一下。前面也有管制的提醒，就是每周2、每周4不对外开放，所以如果要跑南横的话，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提示。在网上也可以搜寻得到。这对面居然是一个小学。从家里出发的时候，天还蒙蒙亮，在树林穿梭的时间变得特别快，阳光渐渐也冒出了头。有一段路我们骑得比较慢，想要好好感受这种自然的凉风和绿意袭来的感觉，突然遇到了一只一直朝我们摇尾巴的小狗。哇，它饿了吗？它怎么那么激动啊？嘿嘿，拜拜拜拜。南横公路是台湾3条横贯公路最晚修通的一条，全长208公里，是当时日本掌控台湾原住民的重要道路之一。整条路上山峦连绵，风景秀丽，植被充沛，但因为横穿中央山脉，地质脆弱，路面陡峭，屡屡遭到天灾的摧残，常常在中断与修复之间来来回回。我们现在在走一段还没有修好的路，然后就一直砰砰砰砰砰，像在坐那种越野车一样。然后进到这边来，山区里面应该更山区了，比我在甲仙和六龟那边感觉到更冷啊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刺骨的那种冷。还好我穿的比较多。南横的管制路线是梅山口到向阳段，东西2边的管制时间都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14点之间入山，17点之前就要离开。每周2和周4会进行管制，不能通行，但还是建议去之前在网上查询路况信息后再出发，以防会有临时性的管制。这一段入山是不需要办理入山证的，直接通行就能进入，但如果是要去走登山步道，还是查询一下比较可靠。
这条路是山路，要把爬山的弯路和阻力算进去，沿途是没有加油站的，所以建议在进山之前把油箱先加满。现在是正式进入狼痕段了，刚刚我看了一下，有一个起点的标志在那边。9点45分，我们就正式进山了。除了沿路不断被山包围之外，还有连续不断的明隧道出现。第一次看见这样的隧道是在雾台，一边是险峻的山崖，一边是有压迫感的山壁。查资料才知道，这样的隧道通常都是大崩壁无法整治的边坡，为了防止这些山崖上的落石砸到道路表面而修建的。骑行了差不多1个小时之后，在10点钟到达了第一个景观——新里关观景平台。看过去全是山景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这里有一个一个标志性的建筑，大家在这里可以停留一下。就是它上面一个圆环，上面把每一个比较关键点的海拔都标出来了的。比如说新里关这边就是1610，然后最高点是垭口2722米，然后再往右边下来的话就是台东这边嘛，到雾路呀、力道这些就只有1000多米。这里我觉得可以拍一下照，好好看一下。然后在那边有一个原住民开的一个小小的咖啡厅，它是有卖一些奶茶、咖啡，然后还有烤肠、臭豆腐之类的。我看到他们在那边坐着，那边喝咖啡，然后看下去就是山景，我觉得好惬意，好舒服，而且还放的是有一点圣诞，因为圣诞节快到了嘛，有一点圣诞氛围的那种歌曲。哇，我觉得好有意境哦，在这边，我觉得这里是可以停留的一个点，而且今天天气非常的好。这个咖啡厅还蛮有感觉哦，在这个观景台的制高点，然后它可以吃臭豆腐，可以喝咖啡，坐在这里。这一路是崇山峻岭的延绵不绝，在翻越了一座座山后，不知不觉发现我们越骑越高。那边一直骑到这边来，我感觉我们翻了好多座山呢。阳光的照射也越来越充足，反而没有山下那么凉了。南横有8景。如果时间充足，打算在山里住一晚的话，每个景点都可以停下来走一走、看一看。但如果像我们一样只打算1日骑车的话，建议只在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停下来。一般下午3点左右，山里就会起雾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稍微注意一下比较好。我后面就是长青祠，然后现在是10点46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边。再往上面走的话就是天池，然后我们就不上去了，因为上去还需要浪费一点体力，然后也是需要花时间的。我们要把体力和时间全部都留在垭口和力道部落那边。那这边就稍作停整，我们就开始出发了。现在太阳照着，还有一点热。可是，一到阴凉的地方就感觉凉凉的，就有一点刺骨的那种冷。刚刚遇到一位停车的大哥，给了我们一个这个，他说很有用，哇，感动。后面好多的旅行团，全是大爷大妈。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他们发便当的时候，看他们人手一个鸡腿便当。来南横最好自己准备一点干粮，然后一路上。吃的也不算多，反正就自己准备一点干。这是我准备的那个酒酿面包。从天池出发会经过快谷，快谷海拔大约2454公尺，以成群巨大的快木林立而闻名，是南横公路上原始森林景观最浩大的地方。因为地处高山，常常会有云雾缭绕的景致，云山和铁山交错于林间，可以感受得到暖温带与凉温带的山地气候。从天池出发后，其实感觉不到骑车的时间，又是不知不觉就到了大关山隧道。大关山隧道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隧道，2722米。隧道的西边是壮阔的山峦，隧道的东边是翻腾的云海。
大关山隧道是南横公路的最高点，也是高雄桃园区与台东海端乡的交界。这里是分隔中央山脉的地标，向远处看去视野辽阔，幸运的话就可以跟我一样看到云雾从山谷涌出，旁边散落的云海也是风起云涌的气势。大关山过来过后就属于台东了，然后在隧道的那一头还是高雄。它据说这个隧道两边的天气和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大关山的这个垭口这边是必打卡的。今天我们运气好好，天气很好，看到了云海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关山岭山，是可以登上去的，但是这个口是不能登上去的，像从这边。这里这样慢慢登上去，这上面还好呢，就是没有特别的冷，可能因为是正中午吧，太阳也比较大，晒起来还是暖暖的。这块石头应该是全台湾最受欢迎的一块石头了吧？跟它拍照需要排队10分钟以上，才可以有几张不能犹豫的照片。也有可能是我去的那天刚好遇上旅行团，所以人比较多一点。垭口这里停车位很少，汽车比较没有那么方便。通行方向需要注意大关山隧道的红绿灯，因为隧道较窄，一定要显示绿灯后才能通行。我们在垭口这里可能待了有40-50分钟吧，然后我觉得看够了，我老公也觉得看够了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，前往下一个地方，下面应该是向阳，然后再往下面就是力道部落。12点30从垭口出发，在出发的同时，不断听到旁边旅行团的导游在说，下一站是大崩壁。我抬头跟着望去的时候，还觉得没什么，可是正在查资料的当下，看到它原本的样子，才发现直线而下的坍塌让人触目惊心。大关山隧道口以东一直到向阳这一段，本来是一个大的广场，以前有观海亭，因为风灾，上面边坡的大量土石垮下来，隧道口和观海亭都被埋在了沙石之中。在风灾前，从隧道口仰望关山岭山，全是林木遮蔽；但在风灾之后，裸露的碎石岩壁，很难想象它以前是一览无遗的植被。向阳的路几乎是之字形缓慢下山，与上山路迎面的阳光不同的是，我们貌似骑行在迷雾的森林之中。虽然我坐在前面，看到旁边的悬崖峭壁觉得很惊险，但我们后来在回忆这段行程的时候，觉得这一段路是最舒适的。不过真的要注意安全就是了，雾真的很大。在不断骑行的路途中，一个像世外桃源的田径村庄出现在了群山环绕的薄雾之中，这就是力道部落。力道部落是海端乡海拔最高的社区，也是南横公路东段较大的布农族部落，海拔超过1000公尺，是南横公路中很重要的休息据点。既然是休息，当然就少不了来吃点东西。我点了1份臭豆腐，1份爱玉，一共是一个组合100块钱。这里好多的旅行团，每个导游都在介绍，都在说话。然后刚刚那个卖臭豆腐的男老板，他是四川的，我说我是重庆的，然后就浅浅的交流了一下。我后来才发现他们有辣椒可以加吗？他们辣椒就是我们那边的油辣子辣椒、油泼辣椒。今天一天没吃东西，就吃了一点面包，然后现在吃到真正的小吃这种类主食，就觉得好幸福呀。我们刚刚点完餐，吃了几口过后，发现哇，好多的人排队，还好点得早。它真正好吃的就是它的爱玉，爱玉那种甜是那个冬瓜糖的那种甜，而且爱玉本身就很天然的那种，里面还有泡泡，像手工爱玉。
绿岛部落好漂亮呀！这两旁全都是绿油油的高丽菜。据说这个部落最有名的就是高山冷菜。然后它就像在一个盆地里面凹陷下来一个小小的村落的这个样子，很有感觉。我们在上面看的时候，然后往上看，我们从那边顶上这样一圈一圈绕下来的，那个顶上还有雾，你看云雾缭绕。到了下面，其实上面很冷的，到了下面还有一点热。我觉得就是它那个温差，还有那个海拔的落差。真的还蛮大的，到这里我穿这个还有一点热，谁叫我穿多一点的？我们再去晃一下这个部落吧。绿岛，拜拜！我们要去六口温泉了。六口温泉位于南横公路179公里处。早年在南横公路修建时，挖路的工人发现了温泉的源头，并修成了6座简易的泡汤池，用来工作之余泡汤，舒缓疲劳。后来经过改善后，路过这里的游客也可以免费体验一下峡谷温泉，泡泡脚，煮个温泉蛋，顺便欣赏一下雾鹿峡谷潺潺的溪水。从南横一路下来，绿岛部落过后就是六口温泉。六口温泉它就在路边，就是路边就看得到。然后它是刚好有6口温泉，所以叫六口温泉。有3个是可以泡脚的，然后另外3个是温度比较高，是65到90度，所以是不能泡脚的。有一个乌龟在吐水那个地方是可以数鸡蛋的，他们看到刚刚他们全部把那些一些生鸡蛋这些拿下去煮了，然后就现场剥来吃。然后刚刚我去泡了一下脚，然后这个泡脚我觉得温度不是特别的高，但是我觉得从南横如果你是有去爬山啊，有去走路啊什么，下来的时候在这里可以停留一下来休息一下。如果冬天的话肯定很舒服。这边是南横一个比较特殊的地质，就是硫酸里面的一些成分，然后侵蚀了它过后就形成这种类似于像钟乳石一样。啊，你看下面还在冒烟，那个石头里面还在冒烟。哎，下面就是不是类似于野溪温泉了哈？一路上遇到很多年龄偏大的骑士，怀着对梦想和土地的热爱和执着，无论性别和年龄，正在勇敢踏上一段叫人生的旅程。在台湾，这样的精神叫不老骑士。跟随着他们的车尾，我们也来到了这段路的终点和起点——出来桥。我现在到了出来桥这边了。我们是早上6点45出的门，然后现在是3点半左右，9个小时差不多。摄影师太厉害了，骑车骑了9个小时，我们这样走走停停。那南横当中当然还有很多的景点，我们一路上看到，没有慢慢的去逛。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先打个头阵吧，然后为环岛来做一下准备，也先探访一下南横上面美丽的景色。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样在山林间穿梭的这样的感觉啊！期待下一次再环一个中横，再下一次再环一个整的环岛。那这支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一定记得帮我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集影片再见，拜拜！我要去吃点东西了。